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脑神经外科医生林承之先生所著的《对大脑有害的12个习惯》这本书。大家中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呢？明明很努力工作或备考，却始终看不到成果，感到痛苦。最近在工作或生活中频繁出错，总觉得大脑像罩着一层雾一样，不够清晰，记忆力下降，思维也变得迟钝。如果你有类似的烦恼，作者指出，这些问题其实只需要稍微改变大脑的使用方式，就能得到明显改善。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发挥更好的能力，希望思维更加敏捷，希望脑中的雾气能够散去。大脑是掌控我们一切的中枢，如果我们养成了不利于大脑的习惯，不仅会导致身体功能紊乱，还会直接造成大脑功能退化，表现为记忆力变差、抗压性下降、情绪失控等等。有些人明明在健康方面很努力，但依旧觉得状态不好，这很可能是因为无意中养成了对大脑有害的习惯。作者强调，其实光是意识到什么是对大脑有害的习惯，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减少它们的发生。只要戒掉这些坏习惯，大脑功能就会得到显著改善，你会以焕然一新的思维去看待世界。第一个有害的习惯是摄入让脑细胞老化的食物。大脑和身体一样，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构成的。研究表明，饮食甚至会影响智商。例如，经常吃加工食品的孩子的智商普遍比不吃加工食品的孩子要低，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的孩子的智商则更高。这是因为加工食品缺乏维持大脑功能所需的营养素，而健康饮食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燃料。大脑就像一辆汽车，没有燃料、营养素，光靠拼命踩油门，意志力是无济于事的。很多人会出现脑雾现象，表现为思维模糊、反应迟缓、健忘、记忆不清，即使睡眠充足，仍感觉疲倦。读书或工作时注意力难以集中。脑雾的主要诱因之一就是饮食不当，例如反式脂肪酸、过量 Omega-6 脂肪酸、谷蛋白、食品添加剂、重金属等，都会损伤大脑，引发炎症，进而造成脑雾。因此，改善饮食习惯是摆脱脑雾、提升脑功能的关键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大脑神经细胞也会衰老。作者指出，合理饮食能有效延缓脑衰老，特别是要摄取抗氧化物质，减少活性氧对脑细胞的伤害。常见的抗氧化成分及食物有：富含维生素 C 的猕猴桃、西兰花，富含维生素 E 的芝麻、杏仁、花生，具有多酚类的蓝莓、苹果、咖啡，含有类胡萝卜素的绿色和黄色蔬菜、甜椒、西红柿。强烈推荐的食物有芽苗菜和绿茶。芽苗菜如豆苗、萝卜苗、花椰菜苗等，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能有效抗氧化，增强解毒能力，降低体内老化物质 ages， 还可能改善心理健康。绿茶中含有茶氨酸，可保护脑神经细胞，帮助放松和提高专注力。作者还强调，不要吃得过饱，吃撑后血液集中到胃部，大脑供血不足，就会出现饭后犯困、思维迟钝。从脑科学角度看，限制热量摄入还能抑制活性氧生成，并激活长寿基因，延缓衰老。因此，吃到8分饱就放下筷子，对健康和脑功能都有很大益处。第二个有害的习惯是勉强忍受自己不想做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，不想做的事情也要坚持做，忍耐才是重要的品质。然而，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。当人类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时，大脑往往会拒绝接纳，结果是学不到东西，难以获得成果，效率低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自己的备考经历，有些内容学一遍就能轻松记住，有些内容怎么背都记不牢。这其中的差异，正是因为大脑在接受信息时，
会根据情绪标签来决定记忆的深度。被标记为有趣、喜欢的内容，会被牢固记住；被认为无聊、没用的信息，则很难进入长期记忆。所以，当您带着抵触情绪去学习或工作时，即便花了大量时间，大脑的效率也很难提高。很多人把工作视为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，但问题就在于，当您觉得工作不喜欢、没意思时，大脑自然难以高效运转，生产力也会下降。因此，要想让大脑充分发挥潜能，关键在于自主性。如何培养自主性呢？不要只是被动接受任务，而是要给大脑一个积极的理由。例如，不要只想着如果考试不过就无法升职，而是要看到考取资格证后我能获得更好的机会。不要想着上司要求我记住这些资料，而是要告诉自己，掌握这些知识后我会更有竞争力。当您把被迫去做转化为我想去做，大脑的活力就会被激发。除了自主性，大脑还需要清晰的目标。仅仅依靠我要努力这种模糊的精神论，大脑并不会知道该如何行动。要点有3：一、目标必须明确，把目标写在纸上，贴在房间里，经常提醒自己。2、目标必须可行，既要有挑战性，又不能遥不可及。3、逐步积累成就感，从容易做到的事情开始，逐步增加难度。例如，知道运动有益健康后，不要一开始就设定每天跑2公里的目标，从几百米快走开始，逐渐增加距离。大脑会在今天比昨天更进步中不断获得成就感，动力自然增强。第3个有害的习惯是给事情贴上讨厌或不擅长的标签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当我们给某件事贴上讨厌或不擅长的标签时，大脑会立刻受到限制，甚至突然停止高效运作。所有进入大脑的信息，在被理解和思考时，都会被自动打上情感标签。如果标签是积极的，比如有趣、喜欢，大脑就会更有动力去思考和记忆。如果标签是消极的，比如讨厌、不擅长，大脑的理解力、思考力、记忆力都会下降。因此，讨厌和不擅长的情绪本身就是大脑运作的刹车。即便是我们不喜欢、不擅长的事情，也要努力换一个角度去看待。比如，虽然很难，但这是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能锻炼理解力和思维能力。哪怕只是稍微积极的看待，大脑也能保持活跃和高效。尤其在工作中，很多任务并非出于个人喜好，但如果我们能发现其中的积极意义，就能避免效率骤降。如果实在难以摆脱讨厌的感觉，可以尝试把任务游戏化，给自己设定简单的规则，比如完成一项任务等于1分，或者设置一个时间挑战，例如30分钟内完成，并用计时器来倒数。这样一来，原本让人厌烦的事情就会变成一个简单的挑战游戏。任务完成后，你还能收获成就感和动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